哎，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，上午必须不能来人，我们有制度的。嘘。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？医院有制度，我信，可是他能进，我不能，为什么？他谁呀？啊，他谁呀？王楚德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哟，郝主任，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去法院起诉我们，咱们走法律途径。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？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。哎呀，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，什么法律途径啊！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，要钱没钱，要事没事。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，嘿，就你们这一个个的，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？那就问你自己啊，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？哎呀，你这孩子像……哎，你不能打，嫂子，哎，能不能打人？哎，嫂子，干什么呢？打女人，你真有本事啊你！流血了，瞎掺和什么呀？他是原吉春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，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套株连九族啊？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，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，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。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？我也是平头百姓，没权没势，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，张牙舞爪，耍横打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郝主任，这事儿没完啊，咱们回去。去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来，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。鼻子没事啊？胡子有事吗？那没大事。行，别围着了，让大家都散了吧啊，没事。我洗洗。大家都去休息吧。什么呢？那谁，小徐把这头抢去。去吧，大家别围着了啊，没事。好，走吧。好。嫂子，你真没事啊？啊？还有吗？外边没有。这人是谁？他为啥呀？吓着你了吧？来，坐这儿。坐吧，雪儿。让你见笑了。就刚才那个男的，媳妇儿死了，妊高症。他是6个月的时候吧，血压高到了240、180，药物都控制不了，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，住院引产。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，他又不干了，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，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就怎么跟他说，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。那没办法，就只能第2天再给他打。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，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。哎，对了，娟儿，我都忘问你了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刚下火车，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，我怕你担心。骆士兵还昏迷着，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。啊？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，说不追究责任，也不要赔偿金。不追究责任了？啊？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娟儿。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。林律师说，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，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，不用3年。所以嫂子，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但我是真没想到，嫂子，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。其实我都习惯了。郝主任，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。啊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娟儿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哎啊，你忙你的，那你路上注意点安全啊。哎，我先走了。你鼻子真没事儿？没事。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。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？坑填平了，老百姓的拆迁款呢？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？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，同志们呐！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，先建一个小花园。
这其中还有写给北京的，转到了省里。我的意见呢，肖副市长，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。啊，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，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，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，冲上冲下都好说。我没意见，全力配合。周市长，刘书记，我尽全力。鼻子还疼吗？明知故问。找我撒气呀？妈，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，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。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理论研究挺好的，都是您多事儿。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。那他不知道有多难，您也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知道你还给人调入到军工厂去？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。像您什么？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，哪怕他去前线，我也兴高采烈的。你知道吗，妈？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，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，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，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。所以呢，委屈啦？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？影响你什么了？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，还是给你处分了？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，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，那受那委屈啊，比你这多多了。我找谁撒气？找谁哄？谁能哄？冬梅呀，妈妈知道你不容易，人这一辈子呀，谁都得受委屈，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。在我眼里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。咱们帮不上他忙，也不能添乱呢。啊，我是听你说的，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，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，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，还得坚强啊。妈，我是你女儿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？是啊，人秉义在理呀。秉义是妈半个儿啊。来，哎呦，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。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？基本可以代表，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。各位安静一下，周市长和吴局长来了。来，坐。今天啊，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，大家有什么问题、有什么困难，都可以提出来，畅所欲言。同志，这填好了，您看一下。你找周市长，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，事儿很急呀。周市长弟弟的事儿，是亲弟弟。哎，好的啊。我是接待时，有人找周市长。啊，熟人吧？熟人。啊，好。您呐，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
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，那房东是真撵呐。周市长，当官的把地卖了，钱塞自个儿兜了，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？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，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，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。是啊，你不帮我们怎么办呢？那这不得帮我们要钱呢？哦，帮我们！来，大家静一静啊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啊。过程呢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，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，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。吴局长，会也开完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样，市长，走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。好，我安排。来，你坐。好，2个工作啊：一，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，都是谁，这个得暗查，避免有人虚报。第2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，调查房东，力求准确。一个原则，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。同时咨询律师，做好相关法律文件。我希望啊，这2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。好，哎，周市长，我说同志啊，我出去买点吃的，哎，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，麻烦您跟他说一下。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是，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。哎，宋秘书，他找周市长都等1天了。老同志，您贵姓啊？我邵老师。哎呦，秉义啊，啥时候来的？早上就到了，在这等了1天。小座，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。哎，走，邵老师。秉义啊。打电话总找不着你，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。哎呀，虽说炳坤庭审还没有开始，但哪怕就判1天，他也是刑事犯呐。出版社是事业编，算公职啊。你说炳坤要是刑事犯，社领导是想保炳坤呐，但又怕担责，希望上面能发话。让我来找你，秉义啊，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！别人不清楚，你我还不清楚吗？炳坤辛辛苦苦、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的有多重，你不懂吗？懂，我都懂，可是我怎么管？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，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、对同事、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，一个老实人，说句公道话。没错，这个人是你亲弟弟，但举贤不避亲啊，我的师长同志。邵老师，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，是突破底线呀。身为师长，带头无视法律，我还怎么要求别人？怎么开展工作？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？不能以身作则，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！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？是。你很反感这种行为，对不对？老百姓很痛恨，我不想让你反感，不想被老百姓痛恨。行了，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。我老少有快70岁的人，坐了1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，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。周市长，餐厅准备好了。邵老师，先去吃口饭吧。我不是来吃饭的。最后再问你一句，周炳坤的事儿，你管还是不管？邵老师啊，谢谢你对炳坤的关心。哎，老同志，小宋，用车送他，软卧，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和水。周市长，您放心吧。老同志，
你回去吧。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，娘俩都不在。哎，这个小宋啊，哎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赫的廖简武？周市长，那什么，我认识廖简武。哦，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，他跟那校长熟。我寻思这个事儿，我怕你误会，就没跟你汇报情况。这也没什么，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。哎，明天我就安排。拿来我再看看。什么？周秉义的资料啊。哦。这什么呀？就一张纸啊？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。这他有什么爱好啊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我问宋秘书了，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贪钱财，不近女色。没那事儿，人哪有没有爱好的？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。人都有弱点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拿下周秉义，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，拿下了贷款，太赫就渡过难关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刚结束个会。市长好，市长好。哎，周市长，周市长，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，小廖总。知道，不用介绍，一看就知道。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。服务员，上菜吧。市长，咱们桌上聊吧。请好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。请坐。我就琢磨着，这笔钱他们肯定有。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，再说其他的。不付清拆迁款，就不发还贷款。告诉他们，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。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。哥，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。付拆迁款，有了第一步，就能有第二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老肖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呀，还是得让太赫抓紧落实拆迁款。我同意，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。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，是要解决问题。喂，老姚啊？什么？死了？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，采取素材程序，从轻定罪，具有投案自首。取得受害人家属娟儿，哎，嫂子，我正好想去找你呢。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说，我是家属，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炳坤的品行为人，这样也可以争取关他处理。娟儿，这个可能用不上了。为啥呀？陆世斌死了。死了。回来了。快洗手吃饭吧，都等着你呢。我哪还有心情吃啊？陆世斌死了，他这一死，炳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。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，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。我这都没敢告诉他，炳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。这么快？妈，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，这有点太死板了。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，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。他出面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，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，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。
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，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。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，不用作废，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秉义是对的。拆迁款付了，这商贸城开发，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。小廖总，廖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小廖总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，哎呦，感激感动。周市长，我干房地产10多年了，经验就一条，就是看地段。您相信我，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。你要在这儿弄什么小花园似的，这不对。那成什么了？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，大材小用了。志同道合呀！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！一定一定。周市长，等我一下啊。什么事啊？廖坚武、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，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。你是廖坚武？对呀。廖小雨？是啊。你们2个涉嫌行贿罪被捕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算明白了，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，是不是？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，然后兔死狗烹。廖总，我也是刚知道，请您先配合调查吧。周市长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一步一步来，继续寻找开发商。死了，是。怎么会死啊？这是个意外。我刚从深圳回来，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，对方态度倒还好，还是表示不追究、不赔偿。从法律上讲，他死了，我会怎么样？哎，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？怎么一直拨不通啊？这点是山区，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呢。妈，算了，别打了。人家好几天了，一直没跟家里联系，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。那就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回家啊？为什么呀？月月，你也太任性了。我知道你难受，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？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，想带你出来散散心，好好陪陪你。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。你这孩子，你光考虑自己，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？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妈，我压根不想出来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楠楠哥哥回家。如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，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。那要证明不了的，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？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？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，还不至于这么悲观。这女儿咋办呢？孩子刚没，我就这样。
他们怎么还？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早有蜻蜓立上头，真棒！我们再来一遍。好。泉眼无声惜细泉眼流，无声惜细流。明慧，周老师，啊，这太巧了，我正要去金坝村呢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啊，3个都是。嗯。明慧，今年还不到30吧？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？那现在做什么呀？我不当老师了，被公家开除了。超生，婆家想要男娃。这个不就是男孩吗？女娃，当男娃养的。那2个女儿多大了？一个8岁，一个9岁，读小学2年级，也没上学。为啥不上学呀？娃的爷爷说，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。明慧，这当年那么穷，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，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？当年我爸是支书，又是党员，得带头。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？我没再去过，婆家离得远，后来又去了成都。啊，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，跟孩子他爸一块儿。这回孩子奶奶病了，让我回来看看。这2天也打算回成都了，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，耍耍。1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。周老师，你看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。老大、老二，走了。慢点啊。走了。怎么没升国旗啊？哎，你找谁？大姐，这以前是个学校，我是这儿的老师。学校？对呀，这是金坝村小学。我娃他爸上山了，我是外村嫁过来的。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这可不是什么学校，这是我家。不是你们家呀，这是学校啊！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我们家，你怎么还往里进呀？阿姨，她是我妈妈，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，她在这儿当老师，她就住在这儿。我也是这儿出生的，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？就看一眼。看吧，看完快走啊，我还得给娃做饭呢。谢谢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
表扬了我，对我的工作很满意。拆迁户拿到钱了，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。但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多方调研过，那块地呀，如果能建成商贸城，运营好，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、小商店呀、咖啡馆什么的。经商啊，就得扎堆儿，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。你别说，还真是这样哎。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啊、鲜花、水果，还有花圈、寿衣，这些都有。省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，说呀，保守估计，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，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。他们说很好啊，表示支持，但就给不了钱。省财政也确实没钱，给了哈阳，其他地方怎么办？周荣一直没来电话。没有，他也真是的，不知道家里惦记。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？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。馒头怎么还不来？没事，先喝汤。来，妈。明慧跟我说你来了，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。不了，太麻烦您了。不麻烦。明慧呢？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，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，她没给你回信。回是回了，就说的不是太详细。啊，她是觉得呀，辜负了你。她知道，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。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，是你呀，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一点一点建起来的。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？在外面招了几个，可是，在咱们这儿啊，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，工资上不去，人留不住，都走了。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，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。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那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。哎，咱们这儿啊，交通不便，太偏僻。现在不是从前，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吃。明慧在成都，虽说是打工，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。你说，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，不多挣点钱，咋养活呀？幸会幸会啊，郭老板。周市长好酒量，早有耳闻，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。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，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！时间长了，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。正义路那块地皮呀，免费使用，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，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，我负责到底。太好了，这么好的地段，这么有利的条件，再加上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，傻瓜才不投入呢，你说是吧？就冲这一点，周市长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。服务员，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，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熟悉我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就拿这次投资吧，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，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，我投了，投定了。好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，看见吧？周市长，如果你干一杯，我就投5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干一杯，您投100万。君子一言，就100万。
妈，哎，咱家是没钱了吗？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儿子，来。爸爸的事儿呢，是有原因的，你就记住，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知道，我爸是个好人，可是我就想知道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他当然会回来，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？爸爸当然会回来的，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，你就在家好好学习。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，特别优秀，爸爸就高兴。啥事儿也没有啊，妈在家呢，妈陪着你呢，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。好儿子，别怕，妈妈在呢。明慧，周老师，我要回成都了。带着孩子一起走啊？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3个娃。周老师，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。再见，也不知道啥时候了。周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哎，明慧，明慧，你等等。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，你有家庭有孩子，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，别轻易放弃，好吗？挤点时间学习，万一以后有机会呢？我记下了。妈，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，咱们就不着急回去。您觉得我特别虚伪吧？没有，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、那么充实，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。但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。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。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，对吧？我能理解。年轻的时候，想要实现的理想，种下的希望，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。我还沾沾自喜地想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就是那个火种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这次回来，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。冬梅，你怎么来了？冬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。我怎么了？别起来，你胃穿孔了，刚刚做完手术。哎，这个小宋啊，自作主张。那你希望他怎么做？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？你看看你。哎，小宋跟你说了吧？跟我说什么？商贸城的项目，饭桌上都谈好了，
马上进入合同阶段。周秉义，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？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，你连命都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生气归生气，批评归批评，别说这么吓人，好不好？总算了了一桩大心事。这地方很好，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。这是北陀寺的地界，离寺庙很近，有银杏师傅在，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。放心吧。周市长怎么样了？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，您放心吧。谢谢啊。我听见了，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。别看了，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。现在你这个胃啊，就必须得少吃多餐。你要走了？总共就10天假，去美国都用完了。我这次来哈阳，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。冬梅，炳坤的庭审啊，我还是得去。你说炳坤多可怜呢？你想，一个遵纪守法、老实巴交，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，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，那是啥心情？你去了，对炳坤来说，肯定是个安慰，很大的安慰。毕竟你是大哥嘛，还是市长。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。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，你出去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利大弊大，你衡量过吗？如果你真的有个3长2短，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，你有没有想过？郝冬梅，你怎么回事？什么叫3长2短？觉得我夸张，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？你都已经胃穿孔了，你居然喝那么多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是理解你，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？然后呢，开发商贸城，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，再然后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周秉义市长，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？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？谢谢啊，月月妈，带上车吃啊。你先回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妈看你进去。30号就见了。来，我先帮你拿着。妈，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妈知道。去走了，妈，车上吃啊。哎。谢谢。快走吧。
此案呢，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。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，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。但目前的情况看，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。审判长，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、单位同事的证词，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，性格温和，家教良好，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。同时，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。反观被害人骆世斌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，有入狱记录，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。据此，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。同时，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，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，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。被告人周炳坤，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？我对不起骆世斌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，让大家伙失望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普通老百姓，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，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，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，心里得多憋屈。娟儿，我以前一直说，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，我没做到。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，那个替我谢谢他们。政府，我接受法院的判决，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，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，以后也不会。我大儿子刚死，然后，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，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全指望我呢。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让我能回归社会，减轻对社会的负担。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。公诉人，请陈述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、调查取证，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，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。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，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：一、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。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，我们得知，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，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，双方应共同承担。二、原告曾珊丈夫骆世斌的死亡，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。审判长，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，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，人民币1000万元整。我没听错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不追究、不赔偿的吗？审判长，审判长，审判长，周炳坤是好人，周炳坤是好人，他不会先动手打人。骆世斌是坏人，周炳坤是好人，他不会先动手打。这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，他是坏人。口说无凭，那你拿出证据啊！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，他多出人头地，他就是坏人，他是强奸犯。娟儿，
他强奸谁了？娟儿，陈班长，你快点说话，你快来！周炳坤是好人，周炳坤是好人，你快点说话。小舅走。审判长，我是死者骆世斌20-30年的老朋友，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。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，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。周炳坤是一个好人，作为骆世斌的朋友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。虽然我不是骆世斌的代理人，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。谢谢。周教授，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。我去深圳跟曾山沟通时，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。郑娟，你先别急，我去了解一下，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对，了解清楚，有的放矢。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，就算合理，我们也赔不起。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，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，打一辈子，打到死也掏不出来，他图什么呢？我不图什么，就是改主意了。曾山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这江湖就这么大，不定哪天，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？姚大哥，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？这什么话？我以前是他的上级。以前是，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。姚大哥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，我就给你交个底吧。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，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，周南死了，这个股权要转给谁？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，还是继母？这里头是有争议的，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？法院要怎么判？姚大哥，我也想了，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，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，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曾山，依我看，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？姚大哥，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？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，拿钱走人？这不得不担心呀，这不是一笔小数字，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。姚大哥，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。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有孩子，现在没了家，她一个中年妇女，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？那就是说，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，炳坤就没事了？也不是没事儿，判还是得判，可能少判2年。少判1年也行啊。娟儿，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。炳坤是我弟，我肯定先想着他，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。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。很大是多大？比1000万还大？具体我不清楚，但我想应该是的。姐，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我也懂。我要炳坤，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？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，能好好的，比啥都强。那我跟大哥说，哎，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。签。爹娶了你，
家的福气。你爹要是没娶我，不能遭这些罪。娟儿啊，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，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。小宋，你慢慢收拾，我跟老陈先走。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，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。我明白了。走吧，老陈。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，不怪相关办事部门，责任在我。他说他想投资，也是真心想投，方式呢，政府1/3，银行1/3，他投1/3。我们要真能拿出2/3的钱来，还要他干什么呀？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。教训呢，还是斗争经验不足。谈不上教训，合同不是没签吗？我们也没什么损失。林毅同志，你辛苦了。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，很多项目，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。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呀！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不是说了吗？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。社会资金这一块儿，目前看有困难，量太大。光我啊，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洋的外地企业老板。郭明湾啊，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。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儿干？咱们政府牵头，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。哎，大家都说说，有什么想法？哎，对了，老肖啊，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。是的。那我先打电话问问，行的话呢，我就过去一趟。书记、市长，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，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。正义路那块地啊，光秃秃的荒着，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。省里边领导来视察，来一次批评一次。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，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？建一笔钱，拆又是一笔，还是事先规划好，免得折腾。黄金地段控制一块地确实不太好，这样吧，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，等草长出来，再修剪修剪，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？花不了多少钱。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，拖一天一天的损失。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，我呢，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调研，不能再守株待兔了，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。另外啊，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，到时候一定要兑现。我同意，一定兑现。老姚啊，你非叫我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，啊，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，看能不能参与一下，哈哈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，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？不是，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，具体的就别参与了。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，体量很大，万一做不成，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你这叫什么逻辑啊？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，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。真在一起干，别的不说，光内耗就了不得。万一再搞翻了脸，那不值当的。等，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？啊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正道我歪道，是这意思吗？老姚，行，不强求。啊，反正你难得来深圳，多待几天，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，你也多看看，多走走。反正我建议啊，普遍撒网，重点不漏。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，摸摸底。哎呀，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，我真想见见彭先生的。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，
吉春的波来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。明天呢，我先飞北京，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，我必须要到场。不是李爷，既然说已经宣判了，那就说明定论，你去能起什么作用？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，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。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，你还上赶着往前冲啊？那是我亲弟弟呀，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？哎呦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但身正也怕影子斜，也怕莫须有。哎，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，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，这次必须得去。本庭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珊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，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。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？没有了，审判长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周炳坤，男，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。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，吉善堂饭庄总经理，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。因涉嫌过失杀人，于1993年8月11日。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，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1日，折抵刑期1日，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。宣读完毕。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？听清楚了。是否上诉？不上。现在宣布闭庭。全体落座。将犯人带出法庭。
久等了。市长好，哎，里边请。好。周炳坤，周炳坤，啊，新来的啊，政府叫你没听见啊？监规怎么学的啊？刘仁莲，到。干啥呢你？不行，我管教管教。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，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，好好接受劳动改造。是，张管教，别惹事儿啊！好。周炳坤，周炳坤，到。腰杆挺直了，精神的，大声回答。周炳坤，到。周炳坤，到。周炳坤，到。跟我走。哥，谢。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，说我这辈子啊，打小就不如你俩，拼命努力啊，好容易有点起色，弄得还不如从前，成咱家累赘，让你俩来这儿看我，给你们丢人了。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。人非圣贤，既来之则安之吧，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。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呢。你律师说，可能头2个月比较难熬，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。炳坤，说实话，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。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，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，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。他一早到的哈阳，70岁的人了，坐了1夜火车。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，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，因为你工作出色，为大伙实实在在地谋取了福利。邵静文等了我1整天，午饭都没敢出去吃，怕错过见我。见我头一句话就是，出版社想保周炳坤，可担不起这责任，希望上面发话。找我是让我想办法，可我跟他说，除了违法违纪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气得他大骂我六亲不认、沽名钓誉。老邵走了以后，我特别自责，怨自己不能帮你。炳坤，你哥你姐对咱家、对爸妈、对你都有亏欠。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，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。是当哥的对不起你，姐也对不起你。没有，哥，姐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哥，我是文化帝，但我懂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，你能解决啥呢？今天你能来看我，跟我说这些，其实我挺高兴的。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，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嘛，啊！应了那句话，一个人呢，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，踏踏实实干工作，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你，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。姐，哥，放心，
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。周市长慢走，谢谢。周老，我平时不在吉春，你空了常去看看郑娟和聪聪。我会的，放心吧，哥。上车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走。你赶紧去哈阳吧，不然太晚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唐公啊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跑什么呀你？没跑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甭想出这个门。李双华，你还是去找程总吧。我凭什么找他呀？我就不找他，谁跟我说的，我找谁？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，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，一切他做主，他说了算。他算老几？他算老几？你别嚷嚷，别嚷嚷！我在这儿干了10几年了，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，凭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你别跟我说，我做不了这个主啊！你做不了主。哎，程总，来，你跟他说，跟程总说。今天就不活了啊！李双华，你不要撒泼耍赖！我不是撒泼耍赖，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。我不站起来，我在这干活10几年了，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，啊，你还气人呢你！这女人够泼的呀！这具体什么事儿啊？丢了工作，饭碗。唐公，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了300多人的饭碗了。您这么一说，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，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。这不对你也好的喽？是，现在看来是这样。可如果它能正常发展的话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正常发展，你指的是？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，您是关键。是啊，不，您定的方向，您定的人，包括我，也是你选的。那么您呢？罗世斌选的，对吧？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？不知道。波来日化属于你们集团，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我是公司的副总。彭总啊，一朝君子一朝臣。我们化工所，它再不济，国家的，它总是有保障的呀。来，唐公，都明白了。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，你随时来深圳找我。
今天真的高兴，海量啊，唐工。没有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哎，水哥，律师美国回来了，明天读遗嘱。我们今天回深圳。好，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。唐工啊，我有事儿得先回深圳。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，您还在波来。来。周南出任董事长前，由彭新生担任。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，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，直至周南接任。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。弟妹，别这样。水哥，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。现金、房子、车子，都给你。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1人1半。是1人1半呢，但是股权，婚前就有，不作数的。水哥，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，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。你现在也很年轻啊，你才24岁，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。再说了，企业发展到今天，已经不是斌子一个人的事情了，这关乎到所有人，包括你我。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，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。如果这个人不是斌子，又不是我认可的人，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曾山，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。听我的，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，踏踏实实的走下去，那是条最稳妥的路。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，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，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水哥，散会了。我的好哥哥，我要向骆总学习，永远以企业为第一。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。娟儿，姐，哎，下班了啊？今天发工资了。姐，不要。天冷了，冰棍不好卖了。哎呀，那我就卖烤红薯。感召和国庆他们说了，帮我做个小车，有他们帮衬着我，我可省心了。你放心吧。娟儿，你这活太辛苦了，风吹日晒的，这在外面一站就是1天，这咱东北多冷啊！只要有我们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跟聪聪。